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60岁时应该重启的100件事》这本书。这本书非常推荐给那些希望在人生第二阶段轻松自在的生活的人。从60岁开始，我们完全可以摆脱束缚，自由随心地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作者作为一名专门从事老年精神科的医生，35年来在医疗现场陪伴过数以千计的人生。从这些经验中，他发现那些在60岁以后依然活得快乐、充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忠于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勉强、不压抑，正是享受人生后半段的最大秘诀。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整理人际关系；第二，整理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首先是第一部分，整理人际关系。在60岁之前，我们往往因为工作、人情或责任，不得不与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甚至觉得厌烦的人打交道。许多人因此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应对这些不得不相处的人。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人的价值观与人生阶段都会变化，朋友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当您步入60岁的阶段，是时候放下那些让您感到压力或不协调的人际关系了。您并不需要与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仅仅因为对方曾经帮过我，是多年的朋友而勉强维系的关系。这样做只会积累压力，对身心健康都有害。当然，突然疏远别人可能会引发误会或摩擦，因此应当逐步拉开距离，不再主动联系。对方来联系时，稍微晚一点回复。如果被邀请，就以时间不方便为由婉拒。即使参加聚会，也可以找机会早点离开。多次这样做，对方自然会察觉并慢慢拉开距离。反正你已经决定不再继续这段关系，即使被讨厌又何妨？若关系仍未自然淡去，也可以彻底中断联系。当您清理掉那些无用的人际关系后，就能把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让您感到愉快的人或新的有意义的人际连接上。60岁以后的人际关系，重质不重量，只需珍惜那些让您感到自在、能信任、能让内心平静的人即可。真正的友谊能带来心理的安定，减轻孤独感。比起勉强维持让您不快的关系，不如珍惜那些由自己主动选择、能让自己幸福的人际关系。此外，在进入晚年后，许多人会想，我可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这种想法看似理所当然，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然而，这句话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必须靠自己解决。结果就是，即使在遇到困难时，也会担心，如果麻烦别人，会不会被责怪？于是变得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很在意集体氛围，却忽视个人处境。例如，在公司准时下班的人，会被说成给大家添麻烦；推着婴儿车挤上拥挤电车的父母，或安抚哭闹孩子的家长，也常被人投以不满的目光。但事实上，准时下班、带着婴儿车出门、孩子哭闹，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然而，我们心中常常还是会产生他在给别人添麻烦的批判。这正说明社会缺乏对个人情况与不得已处境的理解。相反，在一些国家，人们从小并不会被教导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比如在印度，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你可以给别人添麻烦，但当别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你也要去帮助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做到，但至少对于您信任的人、亲近的人，就算偶尔麻烦他们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心怀感激地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并在自己有能力时回报他人。步入老年，不必逞强，也无需装作坚强，承认自己的脆弱，与周围的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成熟与温柔。给别人添麻烦与被别人帮助，其实是互相的。如果能建立这样一种彼此支撑、互相理解的关系，
您的心就会轻松得多。另外，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会越来越常感受到孤独，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朋友的数量渐渐减少，孤独似乎成了一种自然的状态。但其实，让人变得更坚强、更能与孤独共处的方法，在于拥有多个依靠与多样的选择。人的依靠也可以理解为依存对象，主要有4种类型：横向的人际关系，朋友、家人、伙伴等；纵向的人际关系，师长、后辈、信仰、组织等；物质依赖，酒精、游戏、美食等物质层面的寄托；自我依赖，对自己能力、外表、身份的信任与依恋。若能在这4个方面保持平衡，让每一种依赖的程度都不过度，人就能真正实现心理上的独立，也能更好地掌控孤独。此外，选择的多样性也非常重要。一个人拥有越多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内心就越稳定，也越不容易被孤独打倒。另一方面，即使你有很多朋友，如果你无法在他们面前做自己，不能说出真心话，不能倾诉烦恼，那其实你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心灵支撑，并不仅仅来自朋友，也许是您的兴趣爱好、能做的事，或是那些让您心生喜悦的东西。只要他们在您身边，就能丰富您的生活，支撑您的内心。孤独还能给人独自思考的时间。如果您懂得与孤独和平共处，您的心灵与人格都会因此变得更深沉、更成熟。当您明白孤独也能让人生更丰盈时，您就会发现，与其勉强自己和讨厌的人相处，不如享受一个人的孤独时光，不是更好吗？接下来是第2部分，整理思维方式与价值观。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会觉得最近记性变差了，甚至会担心是不是得了认知症。但其实，健忘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认知症，像抑郁症等心理状态、压力、疲劳，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影响记忆力。一般来说，如果只是部分记不清，而且自己还意识得到我忘了，那多半只是普通的老化性健忘。这时，不妨通过一些小技巧来减轻生活中的不便，养成随手记笔记的习惯，把购物、约会、灵感都记录下来，利用智能手机或手表的提醒功能，坚持写日记，有助于回忆事件、记人名、记生日等。要知道，大脑本来就不是为了记住所有信息而设计的，忘记一些事是非常自然的现象。高龄医疗专家莆田医生曾说过，人生中80%的事情都可以忘记。他的意思是，人生的大部分事情其实都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忘掉那些不重要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曾写道，与其记着悲伤，不如忘了它，带着微笑生活。所以，与其为健忘而沮丧，不如学会轻松面对，笑着继续前行。健忘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人生轻盈的标志。现在，是时候停止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了。不论是麻烦的事、讨厌的事，还是不擅长的事，都可以不做。从现在开始，您完全可以选择，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为自己而活。人越到晚年，越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人生活得更尽兴。然而，许多人到老才后悔，早知道就不该一直做那些不喜欢的事。这类人，往往是过去几十年都在忍耐，为责任、为家庭、为他人而压抑自己的欲望。既然现在退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该从责任中解放出来，去追求自由的生活。那些多年来一直忍耐的人，现在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把自己置身于让您感到快乐的世界里，去享受兴趣，品味生活的乐趣。如果您过去总是做不想做的事，不妨现在反过来试试，去做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事。这不仅能激活大脑，延缓衰老，还能让您重新找回活着的乐趣。无需太认真，玩心半分就好，半玩半认真，就能让您更放松，想停就停，不必有负担。要知道，
变老意味着变得自由，所以，请尽情享受这份自由吧。退休后，孩子长大后，我们常会突然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不再是公司的职员，不再是某人的父母，似乎失去了身份。但其实，这并不可悲，这正是您终于从角色中解放出来的时刻。从此，您的人生不再被任何身份束缚，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一项针对132个国家的研究显示，人类的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被称为幸福曲线现象。调查发现，日本人幸福感最低的年龄是49岁，之后幸福感逐年上升，幸福感的高峰出现在82岁以后。也就是说，到了60岁以后，从家庭与工作责任中解脱的人，反而更容易感到幸福。然而，许多人仍被身份所困，离开公司就觉得失落，孩子离家后就觉得空虚，因为他们总认为必须是被需要的自己。但事实上，人本来就不是靠角色来定义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是的存在。放下必须被需要的执念，不再在意社会或他人怎么看自己，您就能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快乐。60岁以后的人生，是以喜欢与不喜欢为标准来选择的。讨厌的人，不必相处；讨厌的事，不必勉强去做。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别再浪费时间去忍耐。从现在起，忠于自己的心，过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生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